皇上竟如此偏心，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，给咱们的却只有一颗，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？哟，这咱们的都是东海明珠，盛平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？盛平啊，朕送你的礼，你可认得？皇上，这是朱砂。皇上，朱砂有毒，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？莫不是拿错了吧？这朱砂有毒，遇热出水银，最合你不过了。玉壶，你来说说。是。奴婢按皇上吩咐，追查当年仪嫔与梅嫔两位娘娘皇嗣被害之事。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路子已死，小路子的兄弟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在瓮山铡草，小安子发落皇陵，做苦役。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，看到小福子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，盘问之下才知那些银子都是慎嫔拨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臣妾和小路子、小安子本就没什么来往，对他们家里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。奴婢去问过小安子，才知道当日说贤妃与他讨要朱砂之事，也是慎嫔嘱咐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臣妾早就听说，小安子在慎刑司服役时哑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了，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？阿若，本宫派人去看过慎刑司的记档，你和你宫里的人都无出入慎刑司的记录。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，那你如何得知他不能说话了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听说。听谁说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妾只是听说，至于是谁说的，臣妾早就忘了。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，连慎刑司的记档都会拿出来查看。本宫当然要查。一个受冤之人，自然要为自己洗冤，求一个清白。慎嫔，你既然说你之前亲眼看到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仪嫔，那你自然记得清楚，不会忘记。今天，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当年的事，到底如何？不许错一个字。当年，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，臣妾不敢去想，也不敢记得。臣妾只记得，贤妃在炭盆和鱼食里添了朱砂，至于细枝末节，臣妾早已经忘了。荒唐！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是如何害了我跟仪嫔的孩子，细枝末节，无一不明，为何今日却不能一一道来？皇上，此贱婢满口谎言，她一定有问题，皇上一定不能饶恕她。朕今日查问，就是要她说个清楚。皇上，当年苏莲带人搜查延禧宫，就是阿若拦下不给搜查寝殿，才惹人疑心。后来，便在贤妃寝殿妆台屉子底下，发现了沾染沉水香的朱砂，落实了贤妃的罪过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为，为何要将朱砂放在如此明显之处？倘若这件事情贤妃不知情，那么究竟有谁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，将朱砂放了这么久，以至于沾染了沉水香的气味都不被贤妃察觉？
那只能是贤妃的近身侍婢了。看来除了盛平，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？当年言之凿凿，今日荒不择言。皇上，这盛嫔很是可疑呢。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屡屡被害，也是盛嫔想要灭口？嘉嫔，你，皇上，那不是臣妾，不是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慎嫔，你当年的告发，事关2位皇嗣的性命，如今又涉嫌在冷宫加害贤妃，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朕便让你尝尝方才赏你那些诛杀的滋味。你仔细掂量着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饶命，容臣妾再想想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弄来这么多的诛杀，买通那么多人，设下陷阱，冤害臣妾。臣妾想要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指使他？你看着本宫做什么？没想到你心性如此歹毒，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真是该死！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！贱婢！好了，将慎嫔挪去养心殿偏殿，着人看着她，不许她死了。这。放开我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今日家宴，朕原不该说这些，可朕看到皇后，便想起早夭的端惠太子。又想起梅嫔和宜嫔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朕不能不细问。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情，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。那朕先回养心殿了。恭送皇上。今天闹了这么一大出，看来皇上早就留先招了。今夜怕是很多人睡不好觉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是该有个了结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这。娘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臣妾心里有些害怕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什么？明明是慎嫔自己心性歹毒，谋害皇嗣，陷害贤妃，与旁人何干？是，本就是如此。可是娘娘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在冷宫谋害贤妃的事情，那……自然不让他胡乱攀扯咱们。慎嫔的阿玛足了，但还有2个兄弟在。贵多一死，臣妾早早的让阿玛扣住了阿若的2个兄弟。你办得好。那冷宫的事情，阿若想认，就只能自己认了。那是自然了，最恨贤妃的就是阿若，除了她，没有其他人在真手。那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？娘娘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歇着吧。
是。苏烈，送一下贵妃。是。把这衣服给我换上！有罪的奴婢，不配穿这个。不，这不是本宫的衣服。李煜公公，本宫要求见皇上，转告皇上，本宫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冤枉了。主儿，自己好好想想，做了什么，都谁做的？见了皇上，好好跟皇上回话。李煜公公，李煜公公，本宫是冤枉的，本宫要求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主儿，您可不能再糊涂了。贵妃娘娘让奴婢给您递个话，您的2个弟弟，索出伦家现在仅剩的男丁，生死可就掌握在您的手里。贵妃，主儿，现在事情都出了，就看你想要保谁了。皇上一早就等着贤妃娘娘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贤妃坐。谢皇上。阿若，昨日朕留你脸面，还许你在偏殿住了1晚。如今只有朕和贤妃在，有什么话，你尽可说了吧。皇上恕罪，当年是臣妾冤枉了贤妃娘娘。这个朕知道。是臣妾偷拿了朱砂，害了皇子，陷害贤妃娘娘。还有那3个太监，也是臣妾收买指使的。阿若啊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皇上和本宫心里有数。哪些事儿不是你做的，又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？好吧，说不说在你。只是谋害皇嗣是株连九族的重罪。你要是想一个人都揽了，本宫也拦不住你。贤妃问你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回答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朕再问你一件事情：贤妃在冷宫的饮食是谁放的砒霜？皇上，这个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那是谁？心夜，你说。回皇上，奴婢平时服侍主日常，主做什么，奴婢不太清楚。但奴婢知道，主深以贤妃娘娘为恨，尤其是发现皇上有条帕子是贤妃娘娘的旧物，那时候主就说过，想要除掉贤妃娘娘。主您别怪我，这时候心燕只能说实话了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您做了什么，您还是自己认了吧，逃是逃不掉的。阿若，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赶紧招了？贤妃在冷宫时，你为了要除掉她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是，冷宫里走水也好，闹蛇也好，都是臣妾做。你认得倒是利索，你就这么恨本宫吗？贤妃，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我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。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？你也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？
朕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，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，又收我做了嫔妃。哼，阿若啊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。朕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与贤妃听。皇上，你背主求荣，自取其辱。说。这些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。每回事情，我都是披着一袭薄毯跪在地上。每一个事情的夜晚皆是如此。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。贤妃，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，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白天我是主，受尽了皇上的恩赏，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，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。贤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皇上才会如此待我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？朕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，您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，您留我在身边。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，这么多年了，臣妾心里不明白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。若不是朕留住你，这几年来，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。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，还她个清白呢？原来都是为了贤妃。皇上竟这样待臣妾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那都是算计之心，朕如何不能这么待你？皇上以为臣妾待您是算计之心，那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就要被皇上如此羞辱？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，但像你这样背主求荣、心狠毒辣的人，朕倒是第一次见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背后指使你的还有什么人？无人指使臣妾，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。贤妃，你去书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二若，贤妃不在了，你可冷静下来，好好告诉朕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皇上，朕问了阿若许久，怕他当着你的面不肯招权，但他还是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。
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些事儿。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，朕也不信。可是朕总不能把后宫所有嫌疑的嫔妃都一一问罪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乱了后宫。所以朕希望你明白，到阿若为止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懿，朕首先是前朝的君主，然后才是后宫的君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